来吧，新玩具魔变社的3变钢索，哇，这个总说防熊的，这玩意儿才是真正的防熊，盒子就贼老大的。指挥官居龙，哎，可以看到它可以变成一把狙击枪的样式。那我们来看看这玩意儿到底有多大。先来看说明书，倒是只是印刷的变形还挺详细的，不过这个东西变形就很简单了。然后我跟你们讲，这一期是真不好拍，这玩意儿变成枪型这么大，我靠！我这个摄影棚的尺寸其实已经够大了，拍个40-50公分的合体金刚小菜一碟，但是放在这把狙击枪面前，竟然拍不下。你们知道这玩意儿尺寸有多大吗？我给你们拿个硬货比较一下，你敢信一般长？啊，这是个食物大小的货色呀！哎，我卷尺呢？从头拉到尾，我看一下，将近114公分。我靠，得点东西啊！这个想拍一期，这个真的挺费劲的。为啥先把它变成狙击枪型呢？因为你再从龙型再往枪型去变的话，更费劲，没那么大地儿。要不它防熊呢，一般的熊孩子来了还真拿不起来这玩意儿。但这个变形就很简单了啊，我们直接把这个瞄准器掰下来，哎，竟然可以透过亮去，能看，左右分开，前面枪管的部分拽下来，就这个管子还是个合金管，我的个天哪！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啊，你把这一块折上来，就是一把长枪，可以给人形使用。把这块的瞄准镜卡上去，这就是个锤子。就我1.85米的壮汉拿着这玩意儿，食物大小。然后继续往下拆尾部枪托的这一节。此时我们就可以掰着这里，把它延展开，再掏出这个大锤子，左右掰开，把这俩掐上去。这个口不知道为什么不太好插进去，反正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啊，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瞭望的炮台，也看不着，在这儿呢，门在这儿呢。当然你现在呢把这个部分当成一个小坦克也行，也可以玩，但是不止如此，这玩意儿抠开翅膀。鸟头拉出来，两个爪子双关节往开搓一下，这两块再折起来，嘴巴打开。啊，这虽然说样子有一点儿童玩具了，但是那么个意思。飞镖和钢索合体，然后把狙击枪的部分配件的内容我们现在拆掉了，还可以额外的拿出一个小枪。往这个头里一插，就变成了一个冲锋枪。哎，脑洞还是挺大的，至少他能想出来这么多配件互动的玩法。然后咱们来把它变成恐龙形态，这个就没办法完全演示了，就得一节一节的来变。首先把这个枪口先摘下来，然后这一节滑道缩进去，打开龙爪子下方这里锁扣的位置，哎。这个锁的还是有点想法的，上边这里是左右插在一起的，我们把这块拉开，接着这个三脚架折叠，此时我们就可以把上边整个的盖子抠开，拉起来，后边这里的盖子抠开，哎，这块还挺紧的，哎，拉起来，好。上面这里全部的解锁开，这一块的根部啊，得揉着点根部的这个力垫进手指头去，把它拉出来。接着就是 Z 字折叠，叠这些板子吧，把它团起来。后边这里的双关节再 Z 字折叠，把它全部堆到胸口的这个位置。下方弹匣金属漆涂装的这块金色面板打开。顺着这些关节，按着它单方向往里卷就可以了。折叠折叠，就是堆片子。哎，这个胸口的造型就出来了。两条胳膊
左右分开，肩关节折叠放下来。注意这个关节啊，折叠是这个样子的 Z 字，然后大齿轮嘎巴嘎巴的再把它缩下来。哇，这种东西玩这就是爽。好了，上半身我们现在已经有了。这个时候把人脑袋从这里边抠出来，这里边有连接的杆，双关节，再把这一坨堆进去，插住，背包锁定起来，脑袋再顺着这个凹槽的锁扣盖好。哎，这咋不小心变到了人形呢？胳膊立过来，我们把这个盖子先抠开，然后顺着这里边有拉伸的双关节，把它扣过来，手背冲上，这个地方会露出一个卡扣，然后在这块内侧翻出这个板子，我们需要用这块板子锁手背上边的扣子，哎，把它这样固定。所以这只龙腿是带点曲线弧度的弯折过来的样式。就这样做完的双腿，哎，还挺仿生。怎么评价呢？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。脚丫子这块往上变形的时候，注意翻折。在翻的过程中啊，这里有一个梯形的锁扣，先把它解开。整个握把处是一个大合金筷子，这块都是铁的。左右拆开，打开这里边所有的卡扣，包括扳机护指的位置。把这全拆了，卸松。好，腿完全拆开了。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大尾巴在这里。哎，180度翻过来，尾巴尖儿卷过来，这一块护指部位连接的插扣也脱开，整个的往外拉，然后扳机倒钩，这样折一下，贴到这里边去。龙头整个放过来，注意啊，它龙头是在里边的，把外侧这片腿甲旋转到这面来。哇，好大呀，基本上有样了啊！前边的小爪子先翻折出来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我们把腰部拧个180度，准备好。好的，两边我们现在都翻过来了。注意，侧面的这块盖板啊，在龙形状态下是要折到里边去的。腾开所有的空间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把中间这2拼扣子所有的地方全部夹合在一起了。先从脖子这里结合，然后大脑袋、大下巴。哎，这里边的牙好尖呐，嘴巴还能张开啊！里边的獠牙刻画，哇！尾巴的这个套子再往下套合的时候，注意这里边有一个磨盘转动的双关节，尽量的往上提它，让开这里边的空间。然后注意看这里有个凹洞，需要挂肩部的这2块黑色零件，让它穿过这个洞，套过来，进行一个锁定的位置。脑袋我们就转一转，搁这儿吧，别吃灰啊！把脸放在了屁股的位置。好，最后大尾巴进行扣合，稍微的摆一下造型。其实这一款的龙形还是挺有样的。当然腿部的这一块嘛，多段的齿轮关节，你可以想怎么调整怎么调整。我是觉得延展开了以后，显得腿有点太长了啊。这样就有点太长了，而且感觉这腿太细了，缺失了霸王龙的那种肌肉感，所以我习惯的是把它团起来。不过给我感觉啊，就算是个儿童玩具，这个大恐龙头的刻画是非常漂亮的，有一些电影的元素在里边，配色呢又是那种很记忆的味道。当然，这套眼睛还是可以发光的，这里边有灯光的模组，你安上电池装进眼睛里边就可以了。用小枪柄上的这一块磁铁一碰，它就会亮了。但是安装起来稍微有点麻烦，你得把脑袋里边拆螺丝拧开。我正好也没有这个型号的电池，就没装。但大家知道，龙眼睛是可以发光的。
哎呀，他竟然能想着把2只恐龙做成一个合体的枪形态，也算是脑洞大开。还是那句话，你别看儿童玩具，它的玩点是真的不错。最后咱们也是把它变成人形，变人形就很简单了，腿部继续的拆开，就像原先还原那一步即可。哎，这里边的齿轮关节还特紧。注意2个脚丫子左右搭扣，合金的脚丫子，这里是个梯形滑槽，中间所有的扣子掰开。我们把这个盖子打开啊，这块翻折出来，注意这里的小爪子窝进去，把这个边儿先旋转过来，里边龙头这个位置注意它一个摆放的顺序啊，先把这个转盘调整好，这盖子扣过来以后，让这2个大的卡扣符合贴到位。哎，这个就算锁好了，脚尖儿立起来。大尾巴的处理，这里边的这一段，我们通过这个双关节啊，再次的旋转它，往下搓，搓，哎，拧到这个方向来，把这块嵌到位，双段把它折好。接着这一块有一个双关节往外翻。这边的尾巴尖呢，我们就把它窝起来，缩短一点。好，变成这个样子，塞到中间的这个缝隙里，通过这个双关节扣进去，让过来。注意最后结合的2个锁眼位置，跟这里的形状挂住。脑门这一块的扣子贴合。胳膊处理回归人形，掰开这里这个小边缩进去。然后双关节往袖子上一套，盖子锁住，手转正。哎，我们把脑袋180度拧过来。啊，说实话，这个脸真不好看啊！这个大嘴唇子确实不咋地。不过人头里边也是可以安装发光模组的，用这块的磁吸灯控制它的开关。好在呢，虽然这张脸不好看，我们可以把它打开，抠着脸颊两边，哎，把这块耳朵竖起来，然后上半个眼睛的部位旋转180度，对准，再把它夹合回去。哎，把这个脸放下来，这边就是个口罩脸了。哎，这个口罩脸看起来好一些啦。最后，刚才冲锋枪的枪头啊，我们可以转过来，拿在这个手上，当成它的小枪。另外，这根合金棍子呢，上边也有一个窟窿，把它当成大锤，插在手心里。大锤子往手里边一拿，下边跟着一个小弟飞镖。虽然飞镖并不能变成人形吧，而且从这边看里边都空的，但有那么个意思。儿童玩具嘛，但是变形起来就感觉为什么会特别解压呢？其实玩起来这套还挺累的，因为尺寸过于大，镜头面前也不好展示。其实变完人形以后，我们能看到出来钢索身上的一些元素啊，包括它身上的一些分色效果，也是挺符合记忆动画里边那味道的。但是可惜，感觉肩窄，四肢显得有一点长，就感觉这款钢索有一种被拉长以后的那个态势，没有那种壮的感觉了。反正它也不叫钢索嘛，人家叫居龙啊。变成人形后的高度到头顶竟然也有36公分左右的一个身高，所以就单看人形竟然也是非常巨大的。所以总结一下吧，这套东西标准的防熊神器，巨大的尺寸，你熊孩子过年来家玩，给他这个折腾他一天都活累死，根本就不用担心他去霍霍你其他的玩具，没有时间玩这个就够了。而且就算它能完全的变形完成以后，巨大的恐龙形态和超大的1:1狙击枪的一个恐怖尺寸，应该也会让熊孩子乐此不疲吧。哎，总的来说，不管怎么样啊，国创的这些玩具，它竟然是个原创设计，你说它也没 KO 谁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在设计方面，我觉得还是挺有想法的。所有的配件最后全部都能融合起来，组成一个超大型的狙击步枪。
我觉得也算是开创了一种新的思路啊。但翻回来再一想吧，毕竟擦着一点变形金刚的边儿，在销路这方面可能会更广一点儿。总的来说，玩法不错啊，想法也挺好的。变形很简单，尺寸很恐怖，把玩起来很解压，很健身，累了一身汗，身上合金零件其实不少，拿起来挺重的。那么得嘞，这一套魔变社的3变恐龙机甲指挥官居龙，就是这样了。